从公元前2070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以青铜礼乐器和兵器为显著特征的青铜时代。而在同一时期，埃及正在兴建金字塔，古希腊出现了线形文字，英国正在苏尔兹伯里地区树立起自己的巨石群。三星堆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个由青铜铸造起来的文明，它的起源和归宿，至今依然是人类的不解之谜。即将开始的探访让罗莹莹充满了期待。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腹地，这里不仅有高山峡谷盆地，还有大熊猫川菜和变脸。三星堆就坐落在这块自然人文交相辉映的神奇土地上。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是迄今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从公元前16世纪延续至公元前14世纪，它是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几年在中国，我其实去了挺多的博物院，看过很多的中国的古代的文物，但是我没有发现过跟三星堆的文物类似的。我感觉有一点中国风，有一点西方的感觉。那么三星堆的文化到底跟中国的其他的文化还有西方的文化有什么区别？我们的陶器、玉器是带有中原文化的色彩，比如说中原山东龙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它都很相似。但是金器和青铜，它就是带有晋东文化的色彩，比如说古埃及、玛雅这些文化，它很相似。对。但是现在有一个遗憾是缺失文字。哎，我发现这里还有这个 scarab beetle， 这个什么甲虫？对，甲虫，您看，就这个叫甲虫。说实话，这个东西很独特，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没有，是吧？反而在埃及的金字塔的壁画啊，或者他们出土的那些器物、器币上面有这个形象。所以三星堆的文化还真的是一个神奇的突然消失，对，它很神秘的，就说突然产生又突然消亡了，从何而来，又去到哪儿，现在不好说。1989年，三星堆遗址被发现后，对它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一直在科学有效地进行着。在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管部，专家们正在对出土文物进行3D 扫描工作。我们要对我们三星堆博物馆所有的青铜文物，对它进行一个3维数据的采集。我们现在有这个3维数据库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这些文物进行1比1的一个复原。3D 扫描是三星堆建立文物 DNA 3维数据库工程的重要内容。在不久的将来，这里的所有文物都会像我们人一样，拥有自己的 DNA 密码。这为今后的修复、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完整科学的依据。因为以前传统的这个修复啊，是在文物原物上进行翻模，那么这个翻模的一些材料会对三星堆的文物进行一些不好的伤害。3维扫描，因为它是用这种光，是一种冷光源进行扫描过后，最后打印出一种三星堆的一种文物的模型，然后你在这个模型上再开模，就不会伤害原物了。今天，中国的3D 打印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不仅可以打造出飞机、卫星的关键部件，还可以打造完整的机器人以及人体骨骼、大肠和肝脏组织。在文物保护领域，3D 打印技术也开始大显身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面具吗？对，这个就是我们通过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一个青铜面具。文物保护是一门集科学性、技术性为一体、跨领域多学科的系统工程。目前，在中国约有200万件以上的馆藏文物亟待修复。中国政府正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基地，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加紧培养自己的文保专业人才，同时力求借助高科技手段和研究成果，创新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传承之路。